被清河崔氏退婚后，我成了整个上京城的笑柄。父亲嫌我丢人，恨不得我病死。深冬寒月，我被继母苛待，罚跪在雪地中，高烧不退。适逢周家有活阎王之称的跛脚公子路过，我拽住他的衣角，几近穷途末路，颤声问他：“你可以娶我吗？”他看了我一眼，朝我倦怠地伸出手，将我从泥沼里拉出来。这就是他给的答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女学门口人来人往，我却被堂而皇之地拒在门外，并不许被入内。即使半月前，我仍然是上京第一才女，是女学里课业最优秀的学生。因为我被退婚了，还是被百年士族清河崔氏嫡长子亲自送来的退婚书。我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不得他欢喜，仅此而已。但这只是个开始。我再收不到一张女眷宴席的宴帖，上京贵女唯恐和我扯上一点关系。父亲耻于让我出门，恨不得我病死家中，连素来以我为傲的女学都划掉了我的名字。女学学官立于阶上，冷冰冰地重复道：“凡女子被退婚者，不得再入女学。江小姐，请回吧。”大魏女学严谨，从未有入女学还被退婚的人，我算是头一个。周围嗤笑声不断，议论纷纷。要是我被这样退婚，我早就白绫吊死自己了，怎么还敢几次出现在这里？若非品德才行有失，崔家怎么可能上门退婚？谁知道他从前才学几分真几分假？我站在风里，单薄的像是随时会被吹倒。学官命人将我留在女学的东西悉数都还给我，从始至终，我都不被允许踏入学府半步。直到最后一尾绿绮琴递给我的时候，我抿着唇接过，苍白着脸问：“先生，我有什么错？”学官也曾教过我琴艺一课，向来是最赏识我天赋和勤奋的夫子之一。他看了我很久，古板的脸皮突然颤了一下，说：“你没错，只是世间向来待女子苛刻。”我险些落泪。我从小就知道，我长大了会嫁给清河崔氏的嫡长子，这是我早逝的母亲留给我最后的保障。纵然父亲不待见我，继母严苛，我都有能够立身立命的底气，哪怕看在崔氏的面子上，都不会再为难我。清河崔氏乃是真正的世家大户，嫡长子崔昭日月光怀，离经叛道，尤其出色。我知道要当崔家的主母，更是艰难无比，不可懈怠。我考入女学，是上京当之无愧的才女。我会执掌中馈，大小宴席绝不会出错。琴棋书画、德言容功，我都耗费无数日夜去做到极致，终于得到崔家的首肯。崔家的老太君亲自来见了我，点头默许这门姻亲。但我没能想到，崔昭从始至终没想过娶我。他说：“江小姐，我不想娶一个和崔家所有女人都没有区别的人。你看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刻板、腐朽的大家闺秀，和谁都没有区别。我想当崔家的主母，但没想过崔昭只想要个喜欢的妻子。我一直都努力错了方向，得到这样的结局并非意外。可是崔昭，我喜欢你的这些年，你怎么算？”接到崔家退婚书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。没有人敢娶被崔家退婚的女子。从女学回来，我就开始发热，意识昏沉，梦见我娘死前的情形。她缠绵病榻3年，父亲早已有新人在侧，从未来看过她一遍，连她死前都只有我握着她的手。屋内冷清，她一字一句要我记牢：你父亲薄情，后母必然苛待你，你万事须得自己谋划。入女学，学得功，懂事理，你熬一熬，嫁入崔家，万事就都好过了。你熬一熬，熬过去了就好了。可是娘，你没和我说过，如果崔昭不娶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发热的第3日，嬷嬷还是没能从继母手里拿到牌子去请大夫。父亲不许人来给我看病，也不许我往外传信。继母奉了父亲的命，让我每日晚上都跪在雪中自省，又无医治，如此往复，病情愈发加重。第5日的时候，我连指尖都在发烫，咳嗽的时候竟然咳出了血。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父亲想让我病死。江家不需要一个被退了婚的女儿。今日府中来了贵客，灯火通明，府上的管事从3日前就开始准备，隐约里笙歌漫响。
满天的大雪落下来，我在冷和热之间交替，烧得几乎神志不清。雪夜寂静，孤灯几盏，却有踏雪声响起来。绯红的官服垂落在我面前，周家素来有笑面阎王的跛脚公子就站在我的面前，垂眼看着我。我下意识地抓住他的衣角，如同抓住救命的稻草，一时梗塞，十分唐突。我带着哭腔问：“你可以娶我吗？我能画最好的画，我能替你料理宅院，我只是有个不好的名声。”侍从噤若寒蝉。他低头打量了我一会，廊上悬挂的灯笼散了光，落在他脸上，一时间竟显得暖融融的，并未有平日里半分狠心森冷的模样。周顾堂朝我倦怠地伸出手，将我从泥沼里拉出来，这就是他给的答复。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和周顾堂扯上关系。我是深闺贵女，他是天子近臣，朝堂上的一匹恶狼，人人敬畏又厌弃他狠辣的手段。周顾堂的名声坏得不能再坏了，但他救了我的命。我垂眼看自己的手，掌心好像还在发烫，不明白当时我哪里来的勇气，攥住了他的衣摆。我大病初愈，却被父亲叫去了前厅，上回去还是在崔家来人退婚的时候，这回却不同，厅里堆满了聘礼，箱子上都有周府的印记。掀开盖子，满堂华光。媒婆早已离去，父亲阴沉着一张脸坐在上首。我刚进去，就有茶盏向我砸来，在我身侧不足1寸的地方碎开。你怎么敢勾搭周顾堂？他心狠手辣，政敌无数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？先被退婚，后思乡受受，我清明一世，怎么会教养出你这样的女儿？等会他会来府上，你自己亲口和他回绝了这门亲事。裙摆被茶水濡湿，我轻声道：“敢问父亲，我该怎么回绝周顾堂？”坐在旁边的继母接过了话头，她原先不过是妾室，生生熬死了我母亲才被扶正，往后10年，她生有1儿1女，过得无比顺意。只有我记得，我母亲死前都未闭上的眼睛。她柔善笑道：“这好办，我娘家有个侄儿，为人正直，且不嫌弃退婚女子。等周监察使来了，你就和他说，你已和我的侄儿定下了亲事，不失为一条出路。”我身旁的婢女不可置信地抬起头。府上无人不知，主母娘家侄儿已经年过30，奇丑无比。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江府嫡出的大小姐？父亲默许，并未出声。荒谬之中，我竟然有一丝出奇的平静。只是在想，10多年来，我从未忤逆过父亲，忍受继母的苛责，孝悌之名远扬，究竟是哪一步做错了？我要落到如此境地。但情况和所有人想的不同。父亲有拒亲的意思，周顾堂知道，所以他带了一件礼物。听前厅侍奉的人说，周顾堂当时慢条斯理的笑，当着我父亲和继母的面打开礼物，赫然是一截继母侄儿血淋淋的舌头。他说，这人居然敢大声宣扬他要娶江家的大小姐江兆雪，何等荒唐！诽谤讥闹，按大卫律法，可处割舌之刑。江兆雪是我周顾堂未过门的妻子，谁动她，就是和我过不去。江太傅，你说呢？纵使父亲观海沉浮多年，也未曾见这样血腥直白手段。继母当场晕倒，醒来后呕吐不止。周顾堂从前厅离开后，来找了我。我正在作画，长卷在书案上铺展开来。周顾堂立于窗下，轻描淡写地将一枚簪子放在案桌上。珠花翠羽，这样的簪子，上回见到还是在宫宴时，贵妃娘娘簪在头上的，来自南国的进贡，极其珍贵。我抿着唇，踌躇很久，握笔的手紧了又松。我认真地看向周顾堂，我被退过婚，这样简单的5个字，却梗塞在我的喉头。我一生小心翼翼，只有这样一个过错，却足以致命，足以让我从此抬不起头。周顾堂倒笑了，目光沉沉。所以呢？但我只被退过婚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尽量平稳。我是女学中10年来最优秀的学生，我替贵妃娘娘操办过宫宴，行事向来妥帖，内宅之事不需要你再操心。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，娶我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主意。所以，周顾堂，能不能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？周顾堂凑近了一点。我的心顷刻之间都悬起来，
光落在他脸上，譬如碎金。他将那枚簪子插进我的发鬓里，擦去我滚落腮边的泪珠。我知道你是上京里顶顶好的姑娘，有我周顾堂在一日，你就会过着顶顶好的日子。周顾堂低声哄道。所以别哭了。正如没人想到我会被崔家退婚一样，也没人想过我作为江家最出色的嫡长女，却与有朝廷鹰犬之名的周顾堂会定下姻亲。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父亲和继母都要逼着我走，像是不愿回忆那日见到的血腥场面。唯有从小带我的嬷嬷担忧道，周监察使手段狠厉，让人害怕，若是你嫁过去，待你不好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不会的。嬷嬷对我的斩钉截铁感到诧异，其实我只是觉得周顾堂和他们说的都不一样。他没让我病死在雪里，我相信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，至少我愿意相信。才刚定亲，周顾堂就将他所有的田契商铺都交由我打理，言之凿凿道，反正迟早要接手的，还顺手拿走了我案桌上的一幅喜宾图。我又气又想笑。我和崔昭自幼定亲，其中见面不过3-5年一次，就算见了面，也生疏的难讲上话，还没见过周顾堂这么不见外的人。上元节我出街的时候才知道，我被拿走的那幅画被周顾堂拿走做了什么。卖画的承德楼向来只接待王孙公子，却会在上元节这日义卖女学中人的字画，凡义卖所得都会统统捐出作为西北兵饷。对女子来说，这是一个扬名声的机会。从12岁开始，我的画每上元节呈现在承德楼，就会被竞抢而空。但是今年婢女抱着我的画去承德楼，却被管事拒之门外，嫌弃我名声不佳，连我的画都不许入内。婢女回来时，替我屈辱不平地大哭一场。我以为周顾堂不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我没想到，他在承德楼对面的高台上安置了一盏很大很大的华灯。看到灯的那一刹那，我差点想哭。灯面上印踏了我的喜宾图，被那里的烛光照耀时，好像那些天兵天将都活灵活现一般，金戈铁马，义气十足。所有人都能看见我的画，这就是周顾堂要做的。凡过往之人，无不为之倾目停住。承德楼里根本没人进去，气得管事跳脚。王孙公子纷纷跑来询价，高台上管灯笼的小老头嘴一翘，第一等的画工，第一等的花灯，我家小姐画作珍贵，若非关心西北战事，也不会轻易外流，但凡所得都捐给西北军，出价10000两，低了不卖。人群哗然一片。谁家小姐画得了这样杀伐果断的画？谁家小姐画竟然开价10000两？老头话落的一瞬间，那群王孙子弟却未说话，都看向中间的蓝衣青年。譬如天上蓝月，他早就默然欣赏了花灯很久，一笔一画都契合心意，只觉得有盈然的欢喜浮动心间，尤其是听闻所画人为女子时，正如所有天定良缘的开端。这幅画清河崔氏要了。崔昭垂眸，不知画者是哪家府上小姐，崔昭想见一面。我没想过崔昭会喜欢这幅画，但这幅画原本就是为了他画的。崔昭虽然是清河崔氏的嫡长子，却自幼跟随师父四处游历，在江南和西北的书院都读过书，在上京的日子并不多。这2年更是要去西北军中历练，刀枪不长眼。崔家的老太君因为这回事哭了好多回，就急着等我及笄后同他成亲，把崔昭一颗漂泊的心定下来才好。可我觉得行军打仗也没什么不好，上京的条条框框从未束缚过崔昭，他是那样温润而自由。我违背崔家意愿，耗费几个月才画出一幅喜宾图出来，预祝他早日如天兵凯旋，得偿所愿。但我没想到，我先等到了他的退婚。这幅画没能送出去，但兜兜转转，终究还是到了他的手里。高台上的老头已经给崔昭指明了我的方向，所幸我戴着面纱，转身就带着婢女匆匆离开。事到如今，何必相见，徒增彼此困扰。我刚踏上石桥，就被崔昭从后面叫住，迟迟不肯转身。崔昭10岁就敢出使使臣，此刻声音却哑，他道：“在下清河崔昭，敢问姑娘是哪家府上的？不知姑娘可有婚配？”
这才是他真想问的话。我自知躲不过去，只能转过身去。恰逢抬着花灯的商贩经过我身边，面纱被花灯上的棱角给不经意带落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，我看见崔昭眼里的惊艳，随着明耀的花灯离去，竟然悄然变成震惊。我将手拢入袖口之中，轻声道：“崔公子，好久不见。”崔昭一生最恨归宿，从没想过命运会给他开这么大的玩笑。他没能想过，让他一见钟情的画作，竟会出自他退婚的前未婚妻。他默然片刻，道：“听闻以往女学都放置画在承德楼，今年倒有了变数。”我安静地看着他，不是女学的变数，是我的变数。自从被退婚后，我上不了女学，画作也进不得承德楼，才出此下策。崔昭猛然抬眼，不敢置信。他自幼游历四方，从未想过在上京，他一句退婚，足以封死我所有退路。我几乎是在忍泪。襁褓之约，本非你愿，我明白。我这样的女子，并非你喜，我知道。可是崔昭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听闻崔家子心怀天下，立下功绩不可胜数，他只是从未怜悯过我。我沿着水渠往前走，游人的花灯一直随着流水放逐，我只觉得华灯晃眼，香车熏路。后知后觉才意识到，大家都在避着我走。回首看时，才发现原来周顾堂一直在不远不近地跟着我，背后一片阑珊灯火。他还穿着绯色的官服，怪不得大家都绕路走。我停住了脚步。周顾堂似笑非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一直发现不了我呢。”我旁边的婢女已经吓得有点走不动路了。坊间传闻，周顾堂每次这样似笑非笑时，就离见阎罗爷不久了。我却慢慢地朝他走过去，仰头道：“谢谢。”只是简单的2个字，谢你救我于水火之中，免遭诸多苦难。我还是只敢拉着他的袖口。周顾堂垂眼看了一下，径自伸出手来，大掌完全把我的手拢住。他懒散道：“江兆雪，以后都牵这里。还有，我要的不只是谢谢。”周顾堂搞的那盏喜宾图灯笼，成了上京接下去1月的饭后闲谈。就连久经沙场的魏国公，都对上头的喜宾图赞叹连连。江家小姐的才名再度名扬上京。我甚至还收到了一封来自家楼长公主的砚帖。家楼长公主地位尊崇，女学就是她年轻时候创办的。如今她老人家已双居多年，现在竟然重开了宴席。凡是家楼长公主邀请的贵女，都是上京城顶尖的人家出身。但我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去，我怕他们又拿我被退婚的事情，借此羞辱我。周顾堂却把手上的卷宗一合，他靠在酒楼的窗边，楼下江水潺潺。这段时日，我一直在帮周顾堂打理商铺，时常会在这里看账本。周顾堂不当值时就会过来，听风眠柳，也算祥和。我还在捏着那张长公主的砚帖纠结。周顾堂一抬眼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未必事事圆满，谁的一生中没点缺憾，退婚并非你的错。江兆雪，有些事情我能帮你，但有些事你得自己走过去。”这话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有些熟悉。但周顾堂说的没错，我迟早都还是要回到上京的女眷圈子中的。窗外世事喧嚣，唯有周顾堂立于窗下，袖中的刀背收拢进鞘中。他平稳地看着我：“你自管去，本监察使给你撑腰。”长公主办的是一场花宴，连场地都选在城外100里的七巫山上。只是我精心饲养的一盆仙芍，被继母在临行前几日故意给摔碎了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只能看见满地的碎片。继母站在旁边，扣单比花还红。当值的丫鬟不小心，竟然把大小姐的花给打碎了，真是该死。地上跪着被诬陷哭泣的丫鬟。继母不想让我去长公主的花宴，想让继妹代替。我明白，按照我往常的脾气，为了孝悌的好名声，我一定忍气吞声。现在却不想忍了，我伸手推了继母一把。正如当初他让我在雪里罚跪一般，他没站稳，踉跄一步摔在花盆碎的地方，整只手被刺得鲜血淋漓。他不可置信地抬起头，这还是江家最手里最识大体的江兆雪吗？
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轻声道：“我失手了，您多见谅。”竟有一股横生的畅快在。早该这样了，但还是需要一盏合适的花。此时天寒地冻，上京连寻常花卉都找不到，更别说这种奇花了。我托人传信给周顾堂，但也没抱希望。他平日里忙的事情那么多，怎么还顾全得了我这样的小事？直到花宴当天，我已经坐在马车上了，都没有消息传来。正是上京下雪的清晨，正因为办花宴的七梧山远在城外，天不亮我就出发了。寒风一直透过车帘的缝隙往里吹，却听见有快马声响起来，在雪里尤为清晰。我掀开车帘，就看见周顾堂勒马停在车前，薄雪落满肩头，一身的寒气。他从大厂里面小心捧出了一盏天青雪莲，莹然如玉。这雪莲举世难寻，又往往生在险境，一向不轻易露于世人面前。不知道周顾堂究竟是怎么找到的。我一时失语，只知道抬眼看他。大风吹乱他凝霜的眉眼，他遮去手上被沙粒割出的血痕。周顾堂说：“记得早些回来，千里寻花，万金卖画。”最后他和我说：“早些回来。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家楼长公主，位高权重，一直被称为大魏女子典范，只是缠绵病榻，很少显露人前。这次来的人并不多，但都是上京城有名的贵女。刚下马车时，就有很多视线投注过来，其中就有当日我被女学拒之门外时落井下石的那些人。长公主的帖子是不是发错了？怎么发给了被退过婚的人？上元节好气派的一盏喜宾图花灯，有些人还是像在女学一样爱出风头。你可小点声，人家转头就搭上了周顾堂。退婚女配跛脚公子，也算般配。原本我是可以忍下这口气的，但唯独不能牵连上周顾堂。在我想要反唇相讥的前一瞬，却已经有朗朗男声出口，好尖酸的言语。崔昭立在雪里，眼期如墨，声音冰冷。表姑母吩咐，刚刚出言讽刺的人，今日不许入宴，就此请回。这话刚落下，刚才出生的贵女们脸色瞬间苍白。被德高望重的长公主在宴门口请回，这和明晃晃地说他们德性有失有什么区别？和我当日被女学拒之门外的屈辱有什么区别？我的视线落在崔昭身上，这才想起来，原本长公主和崔家就有沾亲带故的关系，崔昭喊长公主一声表姑母，实在不为过。路过崔昭的一瞬间，我听见一声低不可闻的抱歉，就连他无意中撞见，我都能受到如此言语讥讽，那看不见的地方呢？崔昭不敢想，她并非女子，她不知女子艰难，她只是在一瞬间想要为我流泪。宴席过半，周顾堂给我寻来的天青雪莲无疑拔得头筹。长公主把我叫到跟前，这还是我第一回见到家楼长公主。我从小就是听她的事迹长大的，立志也要成为她那样德才兼具的女子。真见到时，只觉得她白发苍颜，目光却慈祥柔和。她问了几本女学藏书中的问题，我都一一应答。家楼长公主握着我的手腕，我侄崔昭让我看了你的喜宾图，我很多年没看过女子画这样不拘一格的画了。她目光炯炯，你会骑马吗？周围都静了一瞬。虽则当初长公主能随高祖马上打天下，但现在的上京贵女根本没人愿意碰这些武夫的东西，连马车都喜欢用驴拉的，更别说学骑马了。崔昭想替我解围，刚喊了一声姑母，我却已经点了头，轻声道：“我会骑马。”崔昭的目光滞住，一直停在我身上。长公主也已经起了兴致，适逢雪季，山上有一大片跑马场。其实我原本骑术一般，但说来也怪，最近周顾堂催我每日勤练马术，说是能增强体魄。没想到现在倒是赶巧了。跑马场旷大，云雾依偎，在这样的场地跑马实在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偶遇雪水溪涧，需要轻轻越过。绕完一圈回来，正好停住在崔昭面前。他捡起我不小心散下的发带，压住满心怦然，许久都没回神。我已经下了马，旁边的士官牵过马匹。崔昭色然无比，哑声道：“我从没想过你这样的大家闺秀还会骑马。”我静了一瞬，才道：“元贞8年春，你的弱冠礼上，
你说你喜欢会骑马的女子。崔昭年少时不在上京，直到入冠礼时，他回京，我才真正第一次见到了他长大后的模样，清俊松雅，行事不拘一格。这就是我期盼了10数年的未婚夫。我行事向来规矩，却辗转百度，终于在礼成后得以和他说话。那是我平生最大胆的一句话。我鼓起勇气问他：崔公子，你喜欢何等女子？我会琴棋书画，我已获崔家认可。我会的东西很多。我没想到他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，说他喜欢会骑马的姑娘。虽则答案出奇，但也并非难事。我是那样相信，我能靠自己的努力得到幸福。我看着崔昭发怔的神情，才悄然明白，崔昭当时只是随口一提，他只是说了一个最容易让我难堪的答案。崔昭顷刻之间已经知晓，他究竟怎样辜负一个少女10数年来的欢喜。就算他向长公主引荐我，力图恢复我的名声，都挽回不了。这些欢喜不会有，以后再不会有。他难受地站不起身来，他违背组织，不走安排好的仕途。他厌弃约束，不愿娶家中安排好的妻子。他渴望建功立业，不爱驻留上京，要去西北军中。他以为自己是对的。可是人生漫长，你真的什么都能抓住吗？我让长公主想起了她年轻时候的模样，她甚至亲自拿了手帕给我擦额上的细汗。温婉端方，胸有格局，坚韧不拔。我所创办的女学，要养出的大卫女儿本就该是这副模样。就这么12个字，却让我指尖都在发颤。这是一个名声可以影响女子一生的时代。长公主对我的判语，足够抹清我身上被退婚的污点。你这样的孩子，当崔家的主母绰绰有余。你本应随昭儿一起喊我一声姑母的。长公主的目光扫过崔昭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叹了口气。可是年轻人莽撞，没来得及懂你的好。彼时年少轻狂，谁知道错做出的决定，再没有追回的余地。长公主道：不如我收你做弟子怎么样？我的琴艺还没能找到人传承下去。我意外地抬起头，看见长公主睿智澄澈的眼神。她是真的喜欢我，也怜悯我的遭遇。世事轮转，不过一冬一春之间。数月前我还因为退婚的事情差点死在冬日里，现在已经时来运转。我接到的女眷砚帖多得数不过来。上京连平头老百姓都知道，江家有个小姐才冠京华，就连长公主都破格收她为关门弟子。虽则在婚姻之事上不太顺遂，被退过婚，但那现在看来也不是要紧的事情。早有街坊戏本上演着清河崔昭痴慕江家小姐已久，只是怕自己出征埋骨沙场，才忍痛退亲。不然为什么要在上元节万金买她的花灯？众说纷纭，倒是有个说法是公认的，江小姐什么都好，就是现在定的亲不好。周顾堂又跛脚又凶残，一点都不相配。街边流言不能过耳。长公主亲自回头整顿了女学，废除了凡女子被退婚者不许入女学这条规训。她身子不好，只能靠士官扶着，却仍然上了女学讲学的高台。我立女学之初，就是希望女子之间相互扶持。没想到几十年过去，世间对女子的要求愈发苛刻了起来。我身居不出多年，也就不知道，原来这些年因退婚被女学拒之门外的人竟然这样多。退婚和品行不端原本就是两码事，倘若女学都不接纳被退婚的女子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？我仍然记得被退婚的那个冬日，我差点病死在雪里，幸好有一只手扶起了我。可又有多少女子没能熬过退婚的冬天？我在等待女学初夏时的结业礼。原本按照安排，我在结业礼后就会定下和崔昭的成亲日程，谁能成想我会和周顾堂成亲？但这段时日，我时常见不到他。周顾堂似乎在忙一起江南走私案的事宜，我空闲的时候见不到他。偶然几次遇见，都是在街上，他策马而过，绯红的官服似蝶翻飞。我停住在路边，他呼啸而过，未曾侧手，未曾回头，就像很久从前我们是素不相识的过路人一般。周顾堂又瘦了，听他们说是一起很大的案子，他不日就会离京，不知归期何期。我想无论怎么样，他临行前我都要见上他一面的。但我才发觉，
其实我和周顾堂之间的联络少得可怜，也许是他太忙了，传信的侍女怎么也等不到回音。我只好起早，在他的府衙外等他。春末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隐约笼着寒气，等了小半个时辰，才见到他出来。周顾堂原先人称笑面修罗，但近来脸上总是沉着寒霜。这日正是他预备下江南查案的时候。周顾堂，他翻身上马的动作一顿，蓦地看过来，穿过渺然的雾色，寂寥的清晨，一眼就看到了我。我从马车上去拿我为他准备好的行囊，再回过头时，正看见周顾堂向我大步走来的模样。他很少在我面前走路。周顾堂少时染病，然而门庭衰落，错请庸医，最终左脚落下隐疾，走路时并不好看。但他现在在朝我坚定地走过来。我忍住眼泪，轻声道：周顾堂，记得给我带江南初夏的荷花啊！我等你回来，早点回来。周顾堂一去江南，风波众多，但他写信和我说，总体还算顺利，应当能赶上我的女学结业礼。我就这么期盼着，直到有一日，我心里突然辗转难平，胸闷难耐。不久就传来消息，周顾堂北上的船只遭遇水匪，倾覆长江之中，再找不到踪迹。周顾堂在上京的亲信给我送来一纸他早已写下的书信，被称为朝廷鹰犬的周顾堂写下的字却风骨卓越，力透纸背。他说：人生在世，世事未必圆满，我日日刀口嗜血为生，早料到有朝一日身死。我名下基业，亲信尽数交由你，婚书退你，不必为我守节，盼你寻得如意郎君，余生再无遗憾。这样几行字，不知想过多少次才落笔，烛泪都然落在上面，为我在上京重新扬名，要我练马的长公主青眼，留下基业做我后半生保障。周顾堂早就为我想好了诸般退路。亲信道：不知小姐可还记得，当初天门山下，公子因跛脚受同窗推搡欺辱，您恰好路过，对公子说的话。您说人生在世，世事未必圆满，哪怕跛脚，站起身来也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郎。这句话撑起了公子往后10年的脊梁。窗外开始下骤大的春雨，渐进来，我才发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，盼我寻得如意郎君，顺遂一生。可是周顾堂，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女学结业礼上，我跳了一支祈福舞，连皇后娘娘都亲自赞过，让我好好准备，年末祭祀大典时再跳一次。周顾堂已死的消息满城风雨，因为皇后、长公主的嘉奖，就算这次的姻缘又黄了，还是有数不胜数的媒婆上门，差点没把江家的门槛给踩平。甚至崔家还来了人，为崔昭求娶我。这回光来说媒的就是国公府老太君，身份十分重，父亲嘴角笑就没下来过。但我给拒了。我正从府里出来，就被崔昭给叫住，等到秋日里，他就要去西北了，一如他曾经所期望，无拘无束。我早就听闻了消息，遣作一礼，愿君驰骋西北，前程扶摇直上。崔昭却看着我说：为何拒婚？哪怕前面崔家有千般不是，可清和崔氏的姻缘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上假的。我在等他，我心间翻腾千百情愫，唯有一丝酸涩泄出，我怕他回来，看见我定亲会难过。周顾堂并不是一个大方的人，我还想再等等他。我就要转身离去，却听见崔昭嘶哑的声音，他道：并非不喜。清瘦的青年就站在那里，头一回如此清晰明白，什么叫做后悔莫及，酸涩悔恨如藤蔓般疯长。崔昭雅色道：襁褓之约，并非我愿。他拢在袖子中的手都在颤抖，声音嘶哑。可你这样的女子，乃是我心中真正所喜。他有过机会迎娶意中人的，可他一意孤行。他未曾了解过我，就已先下判定。从此往后，崔昭会在西北每个大风烈烈的夜里，都想起来上京有个曾为他日日练马的闺阁姑娘，他没能娶到她，是一生过错。我要去敲的是登闻鼓，有冤者明知，百姓围观，上达天听。我要状告当朝姜太傅和他的继室，意图谋杀被退婚的长女。我体质再差，
原本也不应该在几日之内就到咳嗽吐血的地步。后来调养也没能调养好，原来是继母日日在我饮食里放让人虚弱的药。状告父母，原本就是不孝。在女学结业里后，我日子原本可以过得无比顺遂，何必这样败坏自己名声，毁自己的锦绣前程？受理案件的官员委婉提醒我，就算你胜诉了，也不过判他们教养无过之罪。毕竟归根结底，我现在到底没有死，但我要继续，就要赔上自己的名声。我坚持道，我还是要告。哎，你这小姑娘求什么呢？我抬起头，眼睛清亮如刀刃寒光，说一声不服，给自己求一个公道，仅此而已。这案子兴起，最后开审日时，竟然连皇后和长公主都来了，更兼平民百姓无数。父亲做了一辈子文官，被哭哭啼啼的继母拉扯着，从未丢过这么大的脸，指着我恼怒道：我江家真该未曾生养过你这样的女儿。我再没低头，平静地和他对望。证人并不难找，府上的丫鬟杂役都可以为我作证。正月里那么大的雪，夫人就让小姐跪在庭院里，没到3更不准回房。我去接她的时候，小姐肩上的血都有1寸。小姐烧成那样，老爷连大夫都不让请，只觉得小姐丢人。我听见老爷和夫人说，等小姐死了，就可以占了先夫人留给她的嫁妆了。夫人身边的人总是鬼鬼祟祟往小姐饭食里加东西，听闻的人都面露鄙夷之色。父亲脸色涨得通红，冷笑道：都是些丫鬟婆子的话，有什么好听的？唯独少了些物证。继母早就将害人的药给藏起来了。正陷入僵持之中，我听见有刀配叮当的声音响起来，何等的熟悉！我僵在原地，只觉得近乡情怯，不敢回头。周顾堂的声音响起来，将一小袋药呈递给衙役，证物在此。众人哗然，唯虎毒不食子。也为传闻遇匪身亡的周顾堂现身而感到震惊。长公主从前面起就隐忍不发，直到证据确凿了，才诺而拍案。当朝太傅竟然如此狭隘，怎么配当太傅？皇后凝眉，许久才雍容道：江小姐，看来年末大典的祈福舞必须你来跳了。这般死里逃生，你不是有福气的人，谁有福气？几乎是定下了判决基调。今日来看，民众里多有女子，几乎能感同身受，民怨沸腾。理事官员额头冒汗，向上头请示了若干次，才扔下决断。江太傅及其继室张氏意图谋害长女，得不配位，先革职查办，收官牢狱后另行裁决。我从未想过有这样好的结果。我一直提着的气终于能松下来，差点软倒在地，一只手却伸到我的面前，是周顾堂的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从水匪困境里逃生，又是怎样为我拿到的物证。我只看见他风尘仆仆，满面疲惫，却仍有一双眼睛如同血液里一般倦懒。我怔怔地注视了他好久，生怕他消失在我眼前。他朝我伸出手，说：起来。从血液里站起来，从被世俗拘束的礼教中站起来。我有喜悦和眼泪一同涌上来，我握住了，从此以后再不分开。不过是曾有顾堂赵雪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